仙人跳，我们是认真的。这段时间呢，京东老板刘强东涉嫌性侵的案件一波三折。一开始案件出现的时候呢，很多人替刘强东捏把汗，普遍不大相信，觉得刘强东这身份不能吧。后来美国检方公布调查结果，果然案件因为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起诉。那很多人觉得啊，这个看来刘强东没什么事儿，或者说这个事儿呢还不足以呢让他最后蹲监狱。那么有的人也替刘强东的妻子奶茶妹张泽天感叹说，看来不是性侵，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出轨了。说看来男人出轨跟媳妇儿漂不漂亮没多大关系。那最近呢，一段当天饭局的整段视频被曝光之后，网友们不淡定了，说看来这不是出轨啊，这女的这么主动，这明显是仙人跳啊。当然现在都是大家猜测，这个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结论。那么说到这个仙人跳，很多朋友挺熟悉，有的朋友不熟悉。说什么是仙人跳呢？那简单来说呀，就是用色相来骗人，最终的目的是呢弄到钱。这个呢笼统说叫仙人跳。当然仙人跳里头呢技术含量可不低，在所有的犯罪手段里边，仙人跳算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比方最常见的仙人跳是什么呢？这是不论男女勾搭异性，等上钩了之后呢，俩人在房间里边吧，开始有这个事实了。这个时候呢，门一脚被踹开，其中骗子的这个假装他的另一半他丈夫或者老婆领一帮人冲进来了你干嘛？你是如何如何？当然这时候捉奸呢是这个一般都是丈夫来的多，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权社会嘛嘁哩喀啦，你侮辱我老婆，你怎么着，我活不了了，我把你弄死。最终呢旁边还有唱红脸唱白脸的，有打你的，还有在那旁边行了，这事说出去也不好听，你说怎么赔偿吧。总之从你这把钱弄出来。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仙人跳。那么为什么说这里技术含量不低呢？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仙人跳的范围在一点点扩大，使用的各种各样的骗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仙人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在宋朝后来大明这两个朝代的时候呢，仙人跳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扎火遁。到清代呢开始正式叫仙人跳。民国时候呢，所谓的拆白党放白鸽基本套路跟仙人跳差不多，都可以归到这一类里边。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呢，仙人跳的技巧呢也在不断的升级换代。咱们今天老梁同时呢就给大伙说说历史上的这个仙人跳它的技术含量在哪儿。我相信这个呢对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首先呢，仙人跳在选择目标上特别认真。我们为什么说仙人跳说我们是认真的？有人说这不欢乐喜剧人的这句台词吗？确实仙人跳要想骗成功他得认真。第一关选择目标必须认真。咱们想这仙人跳的目标一般比较固定，无非就是有身份有背景有钱。有人说就这三样吗？还有一点最重要，就这人得有顾忌，他有顾虑。就说你如果这个事儿东窗事发了都宣扬出去了，对这个人来说会产生很大冲击，不仅仅是损失钱的事儿。所以在有身份有背景有钱之外呢，选择的这个作案的对象他必须还得有顾忌有顾虑。你看那个三言二拍里边就有这么个例子。这是根据南宋时候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再让大伙说说二拍里这个故事说南宋时期呢，有个姓李的客商在杭州经商发了财，发财他不满意，他想买个官当的。古时候商人没地位这李客商就拿着钱来到了这个临安找关系。到了临安呢，先找家客栈住下来，安顿好了呢，李客商推开窗户透透气儿，一见呢，窗户外头正对着有一个宅院，大门没关。通过大门往里看呢，这里头这个门上和窗户上都垂着帘子遮着，隐隐约约能看帘子后头这个坐着一个女的，也往这个街这边看呢，在看热闹呢。他因为影影绰绰看不清楚，所以这李客商呢就多看了两眼。他这一住呢住很长时间，这李客商每天呢就在窗口往对门望，天天这大门也不关。后来他看到里头那女的还出来走两步转悠转悠，他发现这女的真漂亮，
你不说风情万种吧，那也是绝对是这个相当漂亮个美人。有这么一天呢，店门口呢来了个卖黄干的小贩，这李克商呢就想买点黄干呢，水果吃解解渴，但挑来挑去呢，这黄干呢坏的多。然后呢他就想呢，说你这小贩你帮我忙，把这坏的地方切，你再卖我。这小贩说我还不伺候，我着急。就这么他就没买成呢，他挺生气，说这小贩你做生意都不会做，在门口跟着小贩吵吵几句。哎，对面那个里头那女的呀，好像就听着这个事儿了。哎，正当这李克商呢准备起身回屋了，没买成黄干还惹一肚子气。哎，对门宅院出来一个仆人，端了一盘黄干送给李克商，说我们家呀太太呀看到官人呢买这个黄干买不成，有些不忍，这大热天的，就把家里几个这个水果拿来给官人尝尝。哎呦，李克商一看对门那个美夫人送回来的，心里这个高兴，就跟这个仆人谈起来了。这仆人说呀，说我们家老爷啊是个官员，外出公干，不总回来，留下年轻的主母呢看家。啊，他这一说，李克商明白了啊，我说天天就见着女的，不见他家里那老爷呢。为了表示感谢，李克商又拿了几件随身带的礼物，让这仆人给带回去。此后呢，这个少妇经常让仆人呢送些菜肴点心来给李克商。李克商呢也从来不让这仆人空手回去，回赠啊、布匹啊什么的，后来就升级成首饰等贵重物品。那个美夫人照单全收了。这天天隔着帘隔着窗户看美人，这难免有点隔靴搔痒，不痛快。可也这种不痛快呢，这李克商越来越惦记美夫人。这是咱们以前说的吗？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而且这李克商也感觉呀，这个美夫人对他也有意思，不然不能天天送东西给他，还接受他礼物。于是这李克商更下血本了，把这个美夫人家里头的仆人的丫鬟都买通了，使上钱了。打通关系之后呢，这么一天晚上，这就是跟红娘崔莺莺张生的事儿似的，李克商就借助这仆人帮忙，就跟着心上人幽会来了。到了这个美夫人家里，几杯酒下肚，李克商这更痛快了。俩人情浓之际，就正要上床呢，没想到他那在外出公干的老爷突然回来了，当时就捉奸拿双，这啥说的没有了。李克商心虚呀，本来是讨个官做，弄不好也得吃官司。这家老爷也不依不饶，说什么都要把他绑上去官府，告他个诱奸官眷的罪名。李克商一听这话，跪倒在地求饶啊！我愿意拿钱私了啊，我有钱呐。旁边呢也有人劝这老爷说：“你看呢，这事儿传出去了也没脸面，这么着吧，就这么的呢，让这老爷让几个仆人呢跟着李克商回客栈，把李克商所有的随身带的财物全带回来。”第二天一早呢，这李克商回去睡觉也挺高兴，说我就损失点钱财，还没蹲监狱。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事儿，这个过程就是教科书一般的仙人跳。所以二拍里边针对这个事儿呢，配了一首诗，叫赌色相悦人之情，个中原有真缘分，只因无假不成真，旧里藏机不可问。少年鲁莽浪贪淫，等闲踹入风流阵，馒头不吃惹身腥，野俗传名扎火遁。当时就管这叫扎火遁。所以这世上啊，男欢女爱本来是人之常情，但就有的奸诈之徒呢，用这个设圈套，引诱良家子弟。说是良家子弟，苍蝇不叮无缝蛋，你身上一定有不正经的地方。不过是有顾虑之人，他有顾虑呢，才有怕的。有身份的怕丢面子，怕坐牢；有官职的怕丢官；有企业的呢，上市企业的怕股票下跌。所以这些个骗子，只要能抓住他的顾虑，抓住他的软肋，威胁他，这钱就能弄到手。所以说，这种仙人跳选择对象很重要，要很认真。你要选个流氓，那就麻烦了，人家不在乎啊。还是二拍里边还有这么个故事，说这个京城里有个人呢，靠老婆吃软饭，他老婆整天呢涂脂抹粉，卖弄风情，专门挑逗那些富家郎君，然后搞仙人跳。这一天就碰上一个，觉得这个人是富家子弟，被他妻子勾引上手了，正准备寻欢作乐，她丈夫打进来了。要换做李克商那样，就得赶紧跪地求饶。可这小子倒好，把他老婆抱得更紧了，该干啥干啥，一点没耽误。他丈夫哪忍得了啊，拿起刀就要杀过来，刀都架在这小子脖子上了，这小子没从。
你上。他丈夫倒怂了，不敢下手了。结果这小子还扬言，你要杀就杀，要告就告，你杀了我，你得给我对命。我杀了你媳妇儿，你的摇钱树就没了。你要告了官府，你俩这营生就败露了。你们这都生意门子，以后没法拿这挣钱了。这两口子只能忍气吞声。你看让这小子还占了便宜了，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恶人自有恶人磨。所以说仙人跳选择什么对象你要认真。第二个呢，仙人跳的技术含量呢，筹划布局你要认真。这个仙人跳很难一个人完成，基本都是团伙作案，男女合谋。作案之前呢，你得对对方有足够了解，看好是不是有顾虑之人。要想骗得多，这盘棋就得下得大，布局就得谨慎认真。你看，在明代万历末年，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大案。已故的工部尚书的儿子徐大少爷到了适婚年龄，京城里呢前来提亲的媒婆把这门槛都快踏烂了。但是呢，这徐大少爷和他的继母呢都不大满意。这尚书老爷为官多年呢，攒了不少家底儿。有钱人家的小姐呢不入徐大少爷的法眼，想找个有地位的吧，他爸爸还过世了，人走茶凉，人家未必相中他。就有这么一伙骗子摸透了这娘俩心思，但他们呢不急于下手，这套做得深。先在京城里租下个深宅大院，接着呢请媒婆上徐府说亲，说这家女儿可不同一般，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的亲侄女，到京城偷亲。好嘛，听到这儿呢，这母子俩眼睛都红了。要娶了这郑小姐，不就跟皇上攀上亲戚了吗？况且郑贵妃还是正是得宠的时候。这徐老太太太高兴了，就跟着媒婆去了郑府。到了郑府一看呢，郑夫人呢那个端庄，郑小姐那个漂亮，一看气质名门闺秀啊。府上从管家到执事都是豪门大院大宅门的气派。徐夫人回去这么一说，徐大公子高兴了，这婚事就算成了。为了娶郑小姐呢，徐大公子给了很多聘礼，连在扬州老家的他的伯父听说这门亲事呢，也送了玉狮子一对，白银500两添到彩礼之中。到了娶亲那天呢，到政府一见人，坏了，人去楼空，一个人都没有了。徐家赶紧报官，但人都跑远了，你上哪儿破案去？所以以为自己捡个大便宜，攀上富贵，岂不知呢落入圈套了。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还记录了一个更奇葩的这类事，谋划的更新颖。说乾隆年间有一位读书人游学到扬州，在当地呢找到一个挺漂亮的女的，他就在当地纳了妾了，当然花了很大的价钱，就等于买了一房妾。这女的不仅长得漂亮呢，还精通文墨，两人情投意合，日子过得挺好。有一天这读书人外出喝酒回来呢，一看呢老婆没了，屋里一点亮都没有。但是呢卧室的桌上留一封信，上面写什么呢？就是贱妾本来是个狐狸，嫁你是报恩来了，上辈子你救过我，今天缘分已尽，不敢再留，让我们来世有缘再见。末了还叮嘱他，你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因我离开而伤心难过，这样我心也有所安慰。嘿，大伙一听，这不聊斋吗？是聊斋里这故事不少啊。这读书人也信这个，看了这封信以后伤心不已，还把这封信呢拿给他朋友看。这些朋友都慨叹，哎呀，这书上有这记载呀，这狐仙真有啊。大家都不怀疑，都替他难过。结果几个月之后呢，这读书人在大街上撞见自己小妾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怎么回事呢？这小妾的母亲呢已经花高价再把她卖给别人，她正准备跟别的男的呢离开这儿呢，结果让这秀才意外的给撞见了。你看他假装狐女脱身，看来这不是第一回干这事儿。那这种事儿呢有个专有名词叫放白鸽。怎么解释呢？古代传信呢靠信鸽，家里养的信鸽放出去，送完信自己知道回家，下次还能再送信。你看像不像？就反复利用这美色骗人。这小妾对于他妈来说呢，就是他养的白鸽，卖给这个挣笔钱，过2天再回来再卖给别人。过去江湖骗人的门子呢，4大门子风麻燕雀。这风麻燕雀里头呢，这燕和雀往往都是指呢用女色来行骗。前面我说那个政府郑大小姐那事儿，就风麻燕雀里这4大门的骗术。但是这些呢，只要是搁色相骗人，都可以归到仙人跳里边。但是呢，你这布局得高明，才能骗出大钱。所以我们说仙人跳是认真的。第一个，选对象要认真；第二个，布局要认真；还有第三个，你以为这个东西都虚情假意吗？假装我跟你好，
你要想骗着大钱，想把人掉沟里，让他反复给你钱，你光虚情假意还不行，有时候还得玩点真的，起码你得弄得像。所以谈情说爱你也得认真，说白了，你演戏你得有敬业精神。你看民国时候，这种仙人跳的骗术上了个台阶。当时上海呢出现了一个叫拆白党的组织，以色行骗。上海话呢，本来这叫赤膊党，就赤膊上阵，就是吃白食、看白戏、睡白觉。这赤膊党呢，上海就拆白党，你听着咱们听就跟拆白党似的，上海话。但这个谐音很贴切，就我说这三白主义嘛，吃白食、看白戏、睡白觉。但拆白党比以往那些呢还要高明，它是仙人跳的高级形式。高明到哪儿呢？他是挺认真跟你谈恋爱。当然这拆白党呢有男有女，男的呢风流倜傥，公子哥阔少爷，扮成这个形象。最次也是个桀骜不驯的文人形象，就显得很有魅力。女的清纯可人，也装女学生居多，高傲的才女呢也有。要说这些人呢，除了有漂亮外表，还有有趣的灵魂，一定和你志同道合，兴趣相投，人生观相似，让你觉得档次很高，让你觉得真爱来了，所以才能心甘情愿的被他骗了钱财。所以拆白党这里头呢，男的呢经常骗一些这个在家里头比较寂寞的这样的太太，有的是在包的外宅，包的二奶，好骗这个。那女的呢，往往就骗一些带点理想主义的富家子弟，当然这人有钱，而且很痴情，愿意不断给你花钱。你看当时呢，这真事儿，有个叫程七的官二代，辛亥革命之后来到上海，每天呢就在这个戏院茶室之间流连忘返，很快就被拆白党的探子盯上。这些人专门有眼线，看哪些人合适，然后呢就让拆白党的成员李某扮成女学生，经常在程七去的戏园子前排后排看戏，有意无意之间四目相对，眉来眼去，这程七乐开花了，以为遇到艳遇了。很快两人开始交往，感情正浓，如胶似漆。每天呢就在酒店里头耳鬓厮磨的，那天哥蜜姐着。但几天之后呢，程七发现呢自个儿这女朋友郁郁寡欢，不大高兴。程七就问了怎么回事啊？一再追问之下，这女孩才说我其实已经有了婚约了，家里人给定的。我这未婚夫先前去日本留学了，下个月就要回上海了，家里人也都等着这男的一回来俩人就办婚礼。你说你我好是好，恐怕今生无缘呐，贱妾下辈子再伺候你吧。这说的这个凄凄惨惨的。这程七正在热恋之中，哪能说分就分呢？舍不得呀。他这女朋友也痛苦不止，这唯一办法就是退婚，但退婚呢得赔偿对方一大笔钱。我家里没那么多钱，我父母肯定不会付这钱的。程七一听钱不是问题这钱我出了。等到程七拿出钱来给这女孩，没过2天，这女孩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当时呢，这种被骗钱骗感情的痴情人多的是，男的多是这种初入社会的公子哥，女的呢就我刚才说的家庭主妇，婚姻时间长了，丈夫有厌倦情绪，不那么疼她了，拆白党就假扮痴情男，重新燃起他对爱情的渴望，或者是包养在外的二奶，没个名分，什么节都得自个儿过，人就怕寂寞，所以拆白党假装阔少爷，又有钱又专一。这种被骗的女人呢，以为自己遇到真爱了，恨不得能卖房子卖地，跟这小白脸私奔。咱们看陈凯歌导演拍那个《风月》，里头就有大量的救上海拆白党的事儿，那是仙人跳的一个高级形式。所以今天呢，我跟大伙儿借着刘强东这事儿给大伙儿说说古代的仙人跳这些事儿。其实有人说那都过去的事儿了，搁到现在，你可别说搁到现在，搁到现在同样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有的人说我不在乎，我一穷二白，要真有这样的呢，他愿意赔了夫人，我乐得奉陪。我告诉你，你不定在你这儿有什么东西值得对方贪图的。有的有钱，有的说我没钱，没钱可能你所处在这位置掌握着某种秘密某种信息，某种技术，有可能这个仙人跳的人就盯上你了。治不济的呢，你说你没钱，那你借去人家诚心想敲诈你点的，你要一时色迷心窍欲火焚身，保不齐就上这当。所以过去说嘛，九色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里边藏。若是出来走一走，不是神仙命一长。你只要不动那歪心思，像这仙人跳
轻易这股邪火烧不到你身上。日本侵略者与文物南迁。今年1月份的时候，文物界发生了2件大事，引起了很大争议。哪2件事呢？头一件事是故宫博物院这边呢开了一个关于当年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研讨会。在会后呢，文物界的泰斗人物耿宝昌有这么一段感慨，说他在这次研讨会上根据大量史实得出这么结论，说当年日本人占据了北京之后对北京故宫是很友好的。虽然故宫里头大多数文物被转移了，但是还剩下多达100多万件，也是宝贝。日本人居然没搞破坏。包括很多地方呢，展览了这些文物呢，日本人最后拿出来展览也没拿走，都又放回故宫了。说真正的拿走一些东西掠夺一些东西，就是1944年战争到最后阶段了，日本的军用物资跟不上了，就发起个限铜运动，就让老百姓把家里的铜拿出来，他为了造兵器嘛，造军火，这才抢了咱们故宫66口大铜缸，91具铜庭灯，还有4尊铜炮。而抢的铜缸呢还是没有款式的，没什么文物价值的，可见日本人对这文物他是有敬畏之心的。那么第二件事呢，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传来的消息，就是要把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借给日本博物馆展出，这就让很多人气愤了。这个祭侄文稿呢，他是安史之乱时候颜真卿联络他的哥哥颜杲卿一起反抗叛军，结果失败了，他的哥哥包括侄子颜家30余口遇害。颜真卿呢最后只派人找到了侄子的头骨，他对着头骨写了这个祭侄文稿。所以他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以及颜真卿本身的书法功力，那可以说这篇祭文在文物史上赫赫有名。那文物界有个说法叫纸寿千年，绢寿800，就是祭侄文稿是用纸写的，但是已经有1200多年历史了。按这个说法呢，这也到寿终正寝的年龄了。你说这个文稿这么脆弱身子骨能折腾起吗？所以送到日本展览呢，很多人不同意。而且日本呢还有不良前科。2011年的时候呢，日本就借过咱们西泠8家的印章拓片，还是孤本，结果后来给弄丢了，最后赔了12万就了事了。2012年呢，日本呢接着借什么呢？80公斤重的灵隐铜钿，结果最后给弄丢了。所以台湾人都呼吁说，你借日本呢，还不如把这文物直接还给大陆呢。那么说还大陆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件宝贵的展品当年是属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后来抗战时期文物南迁，抗战胜利之后呢，先运回南京，接着国共两党打仗，蒋介石就把这批文物转到台湾去了。所以你看这2件我刚才说的文物界的大事，说到底呢还跟抗战时期的文物南迁有关。按照耿宝昌的说法呢，日本呢军方呢是善待故宫的。再看祭侄文稿外界这事儿呢，南迁之后嘛，1国2制嘛，南迁到这个台湾的文物博物院，当时是当时的台湾政府说了算。但是他们出于路人皆知的政治目的呢，导致1000多岁的珍贵文物还得经历这番折腾。那么这2件事加在一块儿，是不是就说明文物南迁这事没必要呢？而且结果也弊大于利呢？咱们就说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这段文物南迁是怎么回事。那文物南迁呢，是由于1933年1月31号日本侵略者攻陷山海关。那么过了山海关就是北京。那么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李宗同，以他为首这些学者就开始提心吊胆，说日本人很残暴这文物是老祖宗几千年精华，日本一旦打过来，这故宫博物院这文物保不保得住于是就提出北京离山海关太近，随时有被攻陷的危险，咱们还是把故宫文物往南搬吧。结果呢，文物南迁遭到激烈的反对，而且反对这些人里头呢，有很多是爱国名人。你比方说鲁迅头一个跳出反对，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南迁，说阔人已成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什么意思？就你把文物都搬走，那还剩啥了？给老百姓一种感觉，咱是不是要弃城而逃什么勇气士气不都跟文物跑光了吗？千载古城失去了人心，那可不就冷冷清清成了荒城了吗？那么另一个文化大家胡适呢，性格相对比较温和，不像鲁迅那么犀利，他就摆事实讲道理，说我不同意南迁，有这么3点原因。第一个，现在国际社会不是没王法，英美这些国家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日本人未必敢破坏文化古物。第二个呢，是故宫古物数量太巨大，搬迁可不是件容易事儿，万一发生意外，这责任谁负？日本还没打过来呢，你先给搬坏了。
第三呢，据我所知，南京、上海都没有适当地方储存，所以最终得出结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轻易的文物南迁。还有喜欢直接的指名道姓叫板的，你看1933年2月16号，北平的《世界日报》就刊载了一封吴敬恒教授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当时蔡元培呢是主张文物南迁的，这吴敬恒教授说呢，古物就是臭东西，说文物什么东西不就老玩意儿臭东西吗？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惦记这些臭东西，这不本末倒置吗？而且他举个例子，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德军呢曾经抢走了咱们古观象台的天体仪蓟县仪等5件仪器，运回德国收藏。到1919年一战结束之后，中国不是战胜国吗？就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该把抢我们东西回来。这一要求呢还写进了凡尔赛合约。所以1920年的6月10号，德国当局呢就把这批仪器在波斯坦拆卸之后呢，装入日本的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轮船呢在1921年4月7号到了北京了，这些东西由荷兰公使叫欧登克代表德国亲自把这些仪器还给北京观象台。吴敬恒教授引经据典，说什么意思呢？说文物抢了不要紧呢，等咱们打仗赢了，这文物不自然就回来了吗？就说战争取得胜利了，你国家权益自然得到保障，战争尚未分出胜负，你搬家逃避没有任何意义。你看这就直接跟文物南迁叫板了。还有父子反目，儿子跟爹叫板。当时的古物馆副馆长马衡，这也是个大家，他是文物南迁的灵魂人物，他极力主张南迁。他的二儿子马彦祥呢，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的跟父亲叫板，反对文物南迁。这马彦祥呢，在天津的《议事报》自己主编的《雨林副刊》上刊载一篇文章，叫《旧事重提说文物》，说就因为文物之前弄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的，多可笑啊！咱们国家不一向遵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现在为了这点文物就手忙脚乱，还谈什么牺牲一切抗战到底？要我看，要抗战，先从牺牲文物决心开始。甚至还有些人搞起恐怖那一套了。当时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兆祥为代表，发起北平民众保护文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给那些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还鼓动老百姓把出故宫各个大门给封起来。这时候北伐大将李佐祥一看文物整出这么激烈争执，说争执啥呀？他提出拍卖得了，换点实惠，换他500架飞机抗战用，多实惠。所以你看这时候有不少爱国名人从各个角度否定南迁，认为南迁不妥，不应该南迁。那么说南迁不南迁呢，也没啥对与错，它就是一场彻底赌局，结果谁也无法预料。而且中国历史上呢，这种文物南迁呢发生过很多次。你比方说北宋末年的这个建炎南渡，就靖康年间金军攻破北宋首都开封，把徽钦二帝给掳走了。那么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要怎么《射雕英雄传》叫郭靖杨康呢？北宋就灭亡了。当时唯一幸免的呢是宋徽宗第19儿子康王赵构，他呢改元建炎，就是后来的宋高宗，定都在临安。赵构继位之后呢，不得不带着残余百官南逃，就等于迁都到临安。历史上管这叫南宋。他南逃时候挺仓促，就没带着文物一块走。那结果是什么呢？大金王朝这些人对文物字画完全不懂，就喜欢金银珠宝，因此金兵劫掠皇宫，大量的文物被毁，字画什么拿不走就撕掉，瓷器带不走就砸烂，大批的皇室珍品毁于一旦。咱们都知道宋徽宗对字画什么的艺术品很有研究，也留了大量的东西，结果让金人给破坏不少。值得一提呢，著名画家张择端那个《清明上河图》当时也在开封皇宫。金兵攻占开封之后呢，由于不认识这幅画，没来得及撕，因此《清明上河图》逃过一劫，最终能流传到现在。你看，这是文物不南迁的后果，文物被毁让人痛心。那文物南迁就对吗？也不见得一定就赢。你像这次建炎南渡，赵构是没工夫把文物带走，可是有爱国人士带文物南迁。你比方说李清照，这女词人李清照跟她丈夫赵明诚都热衷收集金石字画，把平生所珍藏的金石文物经挑选装了15车运往南方，结果道上也是这儿打仗那儿打仗，这些文物大多被毁了，所剩无几。你看兵荒马乱年代，南迁的后果也是文物被毁，仍然让人痛心。还有更搞笑的，就是文物南迁成功了，但是南迁的过程不严谨，该带的文物没带，不该带带了不少。
你比方说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就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少数民族啊大乱中原，西晋呢被人灭了，西晋最后一位皇帝呢也被杀了。那为了延续政权呢，西晋的皇族和中原士族啊往南逃，迁往江南，这是后来的东晋。这次南逃过程当中呢，这些西晋贵族带走不少文物，这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物南迁。应该说总体来说呢，南迁挺成功，各种宝贝装了几十艘船，可惜百密一疏，带走了这么多文物，就落下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传国玉玺。这个传国玉玺呢，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用楚国的和氏璧制成。秦灭亡以后呢，历朝历代都沿用这块玉玺，一直到西晋灭亡。结果这块玉玺没带走，留到少数民族手里头了。因为手里头没有传国玉玺，后来建立的东晋政权呢，好几代皇帝没玉玺可用，历史上管东晋皇帝叫白板天子。所以这南不南迁呢，就是一场赌局。如何南迁呢？是技术活。那么所幸的是呢，抗日战争期间这次南迁真是相当成功，是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蔡元培、马衡这些人力排众议，着手南迁。那些曾经反对的人士，在战争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呢，也都齐心协力参与到南迁当中。就这些人还是爱国爱文物的。比方说，当初最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吴莹，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的总押运官。和他爸爸作对那个马彦祥也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押运队伍。马衡、马彦祥这爷俩成了护送文物的父子兵。这次南迁真是奇迹，前后经历了15年，近100万件故宫文物行程数万公里，从北京经上海、南京，最后运到四川到贵州，一直到抗战结束陆续运回南京，基本上没什么损失，这真是个奇迹。所以你看呢，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所以这么来说，南迁这次赌博基本上还是获得了成功的。当然了，这耿宝昌教授说的也没错，日本人确实呢对文物本身有敬畏之心，就日本人对文化还是有起码的尊重的。虽然日本侵略者呢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在对待文物这件事上，确实他没有下狠手，不仅是没有劫掠故宫，而且呢这个从故宫里拿出的展品呢基本上也都完璧归赵了，就抢了一些那些铜缸，他是为了这个制造军火。所以这些事上呢，咱们过去的你看有的这个介绍，一说日本侵略者，那就是中国的东西往死了毁，能抢抢走，抢不走就毁掉。其实在文物这个事情呢，咱们得还历史一个公道。就虽然日本侵略者犯下滔天罪行，但在这个上没有传闻当中说的那么坏，反而他对文物有敬畏之心。所以我们说在宏大历史之下，咱们得求真。北大曾经有个教授胡说八道一句话，说盲目追求历史真相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话不如同放屁一般吗？追求真相居然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了。那么我们对待日本侵略者与文物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也不要搞一些历史虚无主义？为了所谓的一些宣传，就把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到日本侵略者身上。那你一旦这个事情后人认为你是不实，那么是不是对你宣传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整体都会产生怀疑呢？这不就因小失大了吗？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的真相我们必须要追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